大家好，欢迎观看《三人自由行西藏篇》。在这一系列视频中，你能欣赏到原始壮丽的青藏高原风光，跟随我们自驾穿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阿里北线，经过一错再错、美轮美奂的高原湖泊。在这条人迹罕至的公路上，还会偶尔遇到黄羊、藏野驴和藏羚羊。我们的行程分两段，前一段是从新疆叶城出发，穿行阿里北线到达拉萨，后一段是在拉萨休整5天后继续出发，前往云南。从新疆前往西藏拉萨主要有2条路，它们分别是阿里北线和阿里南线。实际上，大部分旅行者选择的都是阿里南线，因为南线虽然海拔也高，但基本都可以找到海拔相对较低的地方进行休息，比如扎达不到4000米，而阿里北线的住宿地平均海拔都在4600米左右，对大家的身体考验极大极大。对于我们来说，不走寻常路是快乐自驾的充分不必要条件，所以我们选择了走阿里北线前往拉萨。当然，这也开启了3人自由行集体高反、痛并快乐着的故事。对我们来说，最大的挑战其实不是阿里大北线，而是头2天新藏线的这段行程。看这张3维地图，第一天从叶城出发，海拔1350米，当晚到达海拔3670米的3十里营房，途中经过4个大板，其中2个海拔接近5000米。对任何一个人来说，一天之中经历如此高山低谷和跌宕起伏的海拔高度，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。我们前段旅途中遇见的2个朋友，都因为高反，要么玩得不痛快，要么改飞机飞到拉萨去了。而我们则是在濒临极限的时刻硬生生撑住，最后咬牙熬了过来。因此，想要安全地走下来新藏线，充分的准备工作必不可少。从新疆去西藏，先要在叶城办理边防证。叶城县边防大队办证处在西提亚迷城里面，去之前最好打个电话确认一下。关于边防证，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，那就是在户口地办理的边防证能在边境地区使用吗？我们问了办证处，说最好还是在这里再办一个，检查站肯定认这边出具的边防证。我们这次能够安全穿越阿里大北线，功劳最大的要数昆仑山脚下叶尔羌河捕鱼的红苹果。说起来，我们3个人都出现了高原反应。最开始是陶爸在叶城出现了恐慌性失眠，2宿都没睡着觉，而失眠是引起高反的罪魁祸首之一。不得已，第1天只能汤圆和陶妈2人轮流开车。第2天到日土县时，汤圆已经坚持不住，进酒店就躺下了。紧接着陶妈开始了高反，闹着要返回新疆。好在去泽普活杨林的时候买了1箱苹果放在车上，就是这箱苹果，平均每人每天吃3个，缓解了部分因高反带来的不适，最重要的是补充了救命的维生素。离开叶城之前洗了一下车，没成想还有一位偷渡客悄悄地藏在了后备箱里。对，就是这只蜗牛，不知道它是怎么爬进来的。也许它是来提醒我们要安全开车，慢些行。请跟随我们的镜头，一起欣赏阿里北线的风光吧。
走过风光壮丽、条件艰苦的阿里大北线，在拉萨必须好好歇歇，再多看一眼这雄伟的布达拉宫吧，当时还免票呢。从布达拉宫下来，当然还要找吃的。安多诺增藏餐的牦牛火锅是我们的首选。这样里面弄点汤。好的好的。罗布林卡相当于北京的颐和园，也要打卡去一下。那么我个人的话，其实也是比较喜欢这些园林的。之前去南方的时候看的那些什么瘦西湖啊，感觉特别的有韵味。这对母子在罗布林卡里面遇见了2次。这位妈妈腿脚不好，拄着拐杖，儿子就慢慢的跟着妈妈的步伐，一路细心讲解，令我们相当感动。在拉萨的最后一次大餐，我们选择了吉祥圣雪藏餐厅。尽管当时夜色已晚，餐馆还是在路旁的一个小巷子里，但屋内屋外2重天的景象，还是让我们的内心小小的惊讶了一下。这个是酸萝卜炒牛肉，这个呢藏式窝窝头，感觉像是大饼一样。土豆煎牛肉，它这个土豆颜色啊，应该是外面裹了一层什么酱汁吧。这个是手抓羊肉。以上便是我们这次西藏行的概况。下一集开始，我们就从叶城出发，带大家游览危机与绝美风光并存的阿里北线。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账号哦。